朱立伦下军令，所有党公职今天晚上北检见面啊。那说赖清德呢疯狂了，独裁了啊。那现在中选会告发41件啊，罢绿的25件，罢蓝15件，罢白的有1件啊，所以里面有问题了。有问题分2种，一种是比如死亡，他们把它挑出来；那另外一种是你联署书啊各种里面有其他的问题啦，户籍不对啦，或者什么反正重复抄写啦等等等啊。其实如果说有问题是都有问题的，不是只有死亡联署有问题，说人死了再联署，不是只有这个问题，有问题当然都有问题啊。好，那么他们现在特别去强调，人死了怎么联署啊等等，不管怎么样，你违反规定，其实就违反规定啊。那另外呢，今天检调花了5个小时去搜索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党部哈，那连联署的时程表、电话、党员的名册什么都扣走了，都带走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黄帝景如说他早有心理准备，他自己就认为下一个被约谈有2箱资料被带走啊。事实上也是约谈这个李孝亮他们约一定会问嘛啊，然后呢一定会往上走嘛，一定会的哦。那照这种情况看，将来收中央党部都不稀奇的，你不要以为不会，市党部完了就是中央党部嘛啊。好，那么这个蒋万安今天说他也要去啊，要去声援黄旅啊等等等等，要到北检去了啊。那北检刚刚发消息说，我们北检呢是禁制区，不能在这边抗议啊示威，不可以的啊。那卢秀燕也说呢，昨天也讲了说适可而止了，不能这样太过头。今天说司法滥用已经到了极致，说他从政了30年，目前是最严重，应该要适可而止。我不是，你如果记得我在1-2个礼拜这边讲，我说我现在觉得那个气氛非常不好，气氛非常不好，你就觉得整个肃杀的气氛很不好啊。那果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哈。那另外呢，这个第2波搜索第1波新北嘛，台北，那么就是说查出来有同笔机抄录了，有同笔机啊，同笔机有几种可能了，一种就是说他现在送的联署书呢，一种是当事人自己填嘛，因为你说填完以后呢，他们的义工再把它抄到另外一个上面，有这样的情况的，尤其2阶特别可能，因为2阶他不可能几万份，他一定是几万份以后把它整理出来嘛。另外一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之前我签了。后来你们后来不是说剔掉很多这个不合规定的嘛？要2阶要补件的时候我再签也有可能，甚至也有人在问说，我1阶签完了2阶能不能签？是不行的，1阶签完了2阶签是无效。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而且你跟他讲半天了，也讲不清，所以很多人就好吧，你要签你就签吧，反正剔掉再剔掉吧。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哈。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不是只有台北市党部今天被收。士林北投、中正万华的党部也被收这个上下一起收，所以呢，这个新北市党部就说这是戒严的前兆戒严前才这样啊，否则的话怎么搞得这么肃杀呢？一点小罪也不是多大的罪，这算是轻罪啊，5年以下是轻罪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也说呢，罢免傅崐萁的领衔人，昨天是讲有4000份显然是有问题的。格式不对，什么叫格式不对呢？就是中选会在给你2阶段的格式的时候，虽然那个格式都差不多，但是它在那个形式上还是有不同，一看就知道那你格式不对，就是你是先印了，先偷跑了，偷跑也违反选罢法，而且4000人违反选罢法，不是有4个人啊，不过4个人也是犯罪了但4000人更严重嘛。那他们说这个罢傅崐萁的团体呢，领衔人说领了1000万的补助了所以他们就搞了半天。他说你这个罢免团体是这个政府给钱，然后呢培养这些绿营的侧翼等等所以呢国民党团就说呢比官商勾结更恶劣那罢免傅崐萁的领衔人叫李美玲李美玲说我是依法核销的，你要检举你就检举吧另外呢这个地方人士说这个他很有点子，所以中央是补助他也不意外的那另外呢他青绿色彩浓，那当然现在国民党就是你看你是这个2个这个民进党的头你的政府将近1000万的补助，你现在去领衔来罢傅崐萁，那这个钱到底怎么来，对不对？罢免还是要钱而且你这些钱哪里来？是不是就用这个原来补助你的钱？反正就炒这个的。我们看一下，国民党
党北市党部一早拉下铁门，因为北检调查幽灵联署案，一早发动调查局搜索台北党部，并带回主委黄吕锦如约谈。每一位民意代表，每一位党公职都站出来。今天晚上北检见，直到这一位独裁者悔悟了。蓝营痛批司法半蓝不半绿，更爆料花莲罢免傅昆萁的领衔人协会获得政府近1000万元的补助，批评根本是民进党在豢养公民团体。我想这绝对不是单一的个案啊！民进党豢养多少的公民团体，多少的侧翼组织，这一件事情一定要追查到底。我要看民进党怎么掰。怎么扯？观光旅游发展协会也已经卸任，关补助也都依照政府的法规进行核销。如果有特定镇长觉得有不法，欢迎检举哈，本人愿意接受调查。香龙，赖清德不会戒严，戒严的话就走上了尹锡悦的道路。尹锡悦现在下场大家看到了，毕竟韩国还有一个令人尊敬的大法官，那个大法官可以投出一个8-0的投票，那不容易。台湾的大法官如果真的有需要他表态的时候，大法官也会投出8-0、12-0，倒过来，都倒过来。你一定会看到，台湾的学法律的人已经进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所以他不会戒严。戒严其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面准备呢采取法律边缘手段。其实最难处理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叫行政独裁。行政独裁，因为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标准的示范，叫川普，为所欲为，有样学样就好了。对，就是川普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川普的行政独裁，所有过去你认为不可以做、不应该做的，都应该是基于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自我约束、权力的使用，应该自我设限。川普呢，全部都跨线。但是问题是，川普这样做，很多州的这个所谓地方的法院已经判他违法了。对，但我们台湾敢吗？台湾当然就不会，因为他毕竟美国呢毕竟是 United States，他的 States 力量是很大的，何况他的两党政治。民主党虽然躺了很久，可是因为最近呢，整个美国的舆论的风向呢正在转变，所以民主党你看到加州的州长 Newsom 呢出来告，因为他也是准备要选下一任总统的，还有这种的动能。那你说国民党或者说蓝或者是白，蓝或者是白呢，只是对于赖清德的这种边缘的政治性骚扰，一直采取一种呢姑息的，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的那种懒洋洋的动作。但是这一次，因为呢，对于所有的有关于联署所采取的法律的发动，我觉得蓝营的警觉性高了，所以呢，接下去呢，大概就到了一个新阶段。我刚刚讲的行政独裁啊，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行政独裁会让所有的司法从业人员产生一种幻觉。大部分的司法从业人员，不管你是当法官的、检察官的，尤其现在检察官，因为这一次呢是几乎不管是台南、花莲、新北等等这些地方是同步收索，所以它不是个别检察体系的问题，是上面的那个检察总长的问题。那个检察总长叫邢太昭，邢太昭真是蔡英文留给赖清德最好的政治遗产。邢太昭没有检察总长的发动，不会呢在4个地方呢同时检察官会小题大做的针对联署书本身呢有没有涉嫌呢伪造的问题同步发动，然后呢去收准政党机关呢是准行政机关。我们在念行政法的时候呢，政党是准行政机关，虽然它不是不能收，可是呢，对准行政机关的收索本身的严谨度呢要高一点，因为它很快就会让人家开始怀疑政治。所以为什么呢？政党不是不可以收，你收政党的时候呢，如果呢你的收索的理由跟你的尺度不合比例原则的话，大家就开始怀疑政治，怀疑你的收索的背后是政治动机，没有必要的大动干戈。但是现在的这种的行政独裁，他不在乎你这些部分。川普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不在乎你
怎么看？他呢要这撤销某些人的这些呢这些呢所谓安全保护，他要呢对谁呢如何？他甚至于呢把这个呢已经升到4星上将的，就直接呢就把你摘一颗星等等。他用各种的方式先满足他报复情感上面的需要，或者让在野党害怕的需要，他都可以做。现在呢，台湾的民进党，我说了这1-2个礼拜的时间呢，因为关税战的开打，我觉得民进党主观上面呢，觉得跟川普的旧情复燃的机会来了，所以那种的行事风格的操作方式跟川普非常的类似。我们再看到今天的所有的政治标准，老实讲，台湾呢今天如果我们对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有一些基本的信任呢，是因为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在街头上面奔走呼号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包括我在内的这些人支持。我说在当时，如果你说唐湘龙是蓝皮绿骨，我都承认，我认为你的诉求是对的。可是当你曾经建立的标准，今天当你执政的时候，你视如无物。当我们的教育部长过去你告诉我说党政军退出3台，今天的教育部长说呢，到校园里面摆摊反罢免是言论自由，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就是当这样子的一种的教育部门的首长，或者许多的行政独裁陆续出现的时候，我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民进党里面一片沉默。你们这些过去在街头上面得到大量的民意支持的既得利益者，今天你掌了权了之后呢，一招权在手，并把令来行的时候呢，那种在操作自己权力行使独裁的时候呢，毫无忌讳可言。今天呢，当你用这种的。对于所谓的联署书，联署书是什么？联署书是准行政文书，它不是行政文书，它是准行政文书。准行政文书呢，你就不能够把它当作行政文书的那种的伪造文书的标准。不管呢，它是几年的时间，我是说。你需要发动呢？对于这些呢，这政党机关的搜索的代人，还羁押禁见。还申请羁押禁见，你又在干什么呢？有需要吗？就算呢，今天你认为说，里面呢有多少份的死人连署呢？你怀疑有些人偷懒，有些人呢造假，好吧？我相信呢是有可能偷懒造假，或者有人要黑你，故意给你一叠的东西呢，准备呢。那叫做栽赃啊，就跟你看到许多的这些呢抓烟毒贩呐，就是捡到枪啊那种的栽赃，你千万不要说不会啊。人呢在忙乱的时候，人家塞给你的东西捡到篮里都是菜，这种的栽赃我们当然有可能。我在乎的是说，你们这些的司法机关邢太超看到你底下的这些各个地方的检察官在做这种发动的时候。你作为检察总长，你不会觉得这有点过头了？不是有点，是非常过头了。还是你甘之如饴，还是这本来就是你的命令？今天的所有的检察总长，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行政权、准司法机关。检察体系应该是要站在比较靠近了监督行政独裁的一方，但是呢，你今天是跟行政独裁站在一起，助长了行政独裁。台湾的民主会让人觉得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没有指望，就是因为这种行政独裁被你司法机关刻意纵容。我基本上今天不是第一次办罢免，之前有啊，而且呢，联署也不是第一次办联署啊。对啊，以前这个总统选举啊，什么宋楚瑜什么都要联署嘛。有没有作假？以前都有啦。因为我摆个联署，谁来联署我都给他连了，我总不可能说我不给你连，所以国民党的时候要看身份证，民进党反对啊，对不对？那我也不能看你身份证，你来连了，我也不知道你真的假的，甚至呢，有些我知道这次有些人转了好几手，转了一些错的名册给你，你要还是不要呢？对联署人来讲，能够要名册，能够有人来联署都很高兴啊。那以前也这种情况，最后怎么样？剔掉就是了嘛，我不算就是了嘛。对，以前有谁因此被判伪造文书的？没有啊。有谁因此被搜索的？没有啊。所以法律很多时候你要看以前的例子嘛，对吧？以前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对不对？那没有例子，你今天突然就被这个自己创造一个例子，然后就开始发动搜索甚至还要声压别人，甚至台南市党部的那个副主任现在还已经压了1个月了，他犯了多大的滔天大罪，压起来1个月呢？对不对？法律能够这样干吗？你赖清当了总统就可以这样干吗？休息再回来。刚有个律师传个资料给我刚还没认真看，我刚突然再翻出来看，是这边韩国瑜告，韩国瑜是
告诉人，被告1、2、3、4、5加个林进勇，中选会主委，告什么呢？那因为字很小，我念给大家听哈。告说呢，韩国瑜当时被罢免吗？说这几个被告呢，4个人哈，陈冠荣、尹力、张博洋、李玉杰，均为罢韩团体 We Care 高雄主要成员。然后呢，就说为什么要告他？因为中间呢，你看哈，这个查对提议人名册发现其中黄春成等65人有疑似伪造之情事，蔡明珠等95人有提议前已经死亡，95人哦。另外有21417份联署书的日期填在108年12月26日，在经验上显不可能。所以呢，这个韩国瑜就认为被告这4个人呢有行使伪造私文书然后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然后呢违反选罢法等等，违反选罢是讲这个还有李进勇等等，就韩国瑜告他，结果是什么？不起诉处分书，不起诉啊，不起，有没有传这些我不知道，这个反正就不起诉了那就换句话我讲，以前的例子有人告没有？有，但是呢，法院通常都要看判例嘛。以前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到现在就又搜索又声押呢？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呢，为什么蓝营现在觉得不公平？就是你公平都没有意见，而且这次也不只是这个蓝罢绿罢蓝也很多。基隆林佩祥就100多个，我那天看车就100多个，就认为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这个都不来处理呢？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蓝营不服嘛。检察官写了乐等啊，乐长的这个一叠资料，最后结论就是不起诉处分这个而且还有理由，讲了一大堆理由，说为什么不起诉他们，就这样就不起诉啊。韩国瑜告了，不是没告啊，也告了而且韩国瑜还罢免成了，就表示这些东西可能还不是什么1阶2阶，就是罢免他的当时的这提议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大罢免变成大搜索，所以国民党说有全被抄的最坏打算，全部被抄，的确会有寒蝉效应的。像台南现在就说2阶的联署就很慢了，大家都很害怕，也不太敢讲登记到时候来查我怎么办呢那黄吕锦如，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有说这是年轻人的事情后来呢，他现在听说那天他住院，不是他讲的所以他现在说青年是党部最大的资产，不过反正也被传了那另外赖以任当时呢，这个回来以后，这个嘴巴贴绿胶带所以表示一个无声的抗议了那林左水是预设全台湾国民党会有破10席被罢，本来是6席，民进党就过半了嘛但罢了以后你还有当选还要当选，现在说破10席，说台北市全灭徐小新、王宏威、李彦秀可能被罢免成功，罗志强、赖士葆也有危险，那加起来不就台北市就这么5个，全部都灭了嘛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马英九当时也有说罢免很好，罢免当时洪三军后来没有发动这个施明德没有发动个罢免，并没有我们看一下。怎么可能会切割呢？青年是我们市党部最大的资产。同一天，先后和党主席朱立伦分别声援蓝营青年不再划清界限，但在这之前已经被批评疑似不实联署，是高层下的指导棋。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做高层受益，没有，他们是光明正大就在街头摆摊联署。你看我现在没有声音，对不对？我就每天在外面看他们联署的情形，就怕士气被重击。但民进党前立委林卓水就预测，认为这场大罢免，北市国民党立委恐怕全灭，甚至还估计全台蓝委会超过10席被罢掉。昨天我看到一份最新的民调，有近60%的民众不支持大罢免。强调眼下有比罢免更重要的事要解决，要外界关注关税，或许也要替自家重整脚步，争取时间。好，那么刚刚讲韩国瑜告5个人都不起诉，而且律师传给我是说这些被告都没有传唤，没有传唤没有下来问一下都传唤都不传唤，直接判不起诉处分。我们司法可以这样子干的吗？可以这样子吗？来，这个夏亮怎么看？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韩国瑜那边联署连传唤都没有，我们却被搜索、被差点被羁押，还要用重金30万交保。
我真的不晓得我还要被搜查几次。我这边发言人是告发我的人，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我却要被羁押，要被搜索，然后要被重金交保，要在里面讯问将近1天24个小时。我真的不晓得我还要这种用这种办案的方式，我还要再经历过几次。那现在有没有影响到你们那边的联署，还是说士气因为你们被传被搜索，所以更引起大家的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反弹？到底现在怎样？我们现在这边其实大家都会担心说，哦，因为这民进党说他们用那个那个叫什么笔迹的那个鉴识，所以很多人都担心被查水表。所以我们这边说真的有很多人真的看不下去来签联署了，有一些人看了一下然后也走。这种寒蝉效应跟这种东西像是一直叠加，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他签了这个联署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南轩。不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啊，这个就是拥有权力者极尽疯狂了啊！我觉得刚才这个不管是洪威跟赵先生讲到这个韩国瑜的这个例子啊，你说既没有起诉，更没有传唤啊，那这个就已经这个惊喜比对就已经夸张到极点了。那你看现在也确实是啊，你说蓝的绿的之间的比例哦，你就说在过去我们跑新闻的那么多的情况底下，你说只有这些这个就是去罢免绿的才会有所谓的伪造文书的状况出现吗？你说蓝的比例就那么少吗？我实在是不太相信了哦，而且呢，这个侦办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动作跟这个它的轻重比例，我觉得实在是都差太多了哦。我后来看到这个赖以任，不是今天我看这个孝亮还带着绿色的胶布来，我觉得看了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夸张，也非常的惊喜比对，非常的觉得很对于台湾的民主觉得非常的失望了。过去来看的话呢，我看过民进党，他们就戴白色口罩，打了一个非常的大的叉，在立法院里面。抗议的是什么？就是抗议的有些是司法滥权，抗议的什么？抗议就很多事情呢是行政独裁，但转眼之间，现在呢是看到这些年轻人戴上绿色的胶带，抗议的是什么？抗议的是绿色恐怖。我就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今天权力可以让一个政权来得如此的傲慢吗？不用讲，刚刚我早一点来，我跟薛亮在问说他多少钱交保？30万。他想想看，20-30岁的年轻人，30万可能是1年的薪水。你说的要存钱的话，你扣掉你花的钱，你可能要存个，我看起码工作前1-2年绝对存不到30万。他跟他妈妈借，他妈妈当初还非常担心他的状况，还出来说是因为国民党唆使他。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妈妈看待一个年轻人来说，他也不过就是他想要在街头上面体验民主，这不是民进党教大家的吗？民进党最喜欢让年轻人上街去体验民主了。那今天去他希望能够罢免一些他想罢免的人，不行吗？不行吗？而且他今天去联署的时候，我坦白讲，今天去联署的时候，你去问联署的人会知道有谁在伪造文书吗？他又没有司法权利，还会去调查吗？今天曾宇写给我一个东西，曾宇写的是真的吗？他真的叫林真宇吗？他的身份证字号是对的吗？他的地址是对的吗？我哪里知道？我哪里知道？我今天把他送出去，然后我们的中选会就有一些相关机制去查嘛。那过去的例子就讲查理由不对，剔除嘛。那所以你哪有说这个第一个你可以去剔除？我说过去几乎都是剔除，你会把那么一个小的罪拿来用侦办的方式去真的去侦办？我们的司法体系是太闲了吗？我真的觉得是太闲了吗？更何况说他不但是这个没有去剔除，还反过来进行相关的搜索，进行相关的传唤。那你说交保30万、50万，还限制出境。我想说怎么样？他们会为了这个事情会逃跑吗？会弃保潜逃？会逃跑吗？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司法是真的是怎么回事了？今天去扮演这个政府的爪牙，需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吗？我真的觉得不只是司法太闲，我们的政府太闲了吗？我们总统太闲了吗？我们的行政院长太闲了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昨天在民进党中常会呢说匪谍啊，现在这么多哦，以后呢民进党的党公职到中国、香港、澳门需要报备哦。现在来跟我们讲说你去了啊，回来的时候可能还讲你去干嘛，跟谁接触哦等等啊。那赖清德说呢，跟中国同声调的党不会是渗透的对象，意思说呢，你看我们所有民进党有是因为我们跟中国声音不同啊，那么我们是他们敌人，他们来渗透，那国民党就不会啊哦。其实这是原因吗？这不是原因的，原因是国民党现在有什么情报价值呢？
王慧会知道什么国家机密呢？立委又怎样呢？这个才是最重要。我是情报，我一定去找那个有情报价值的人去获情报，没有情报价值根本没用啊！我干嘛要你的情报啊？那像国军就有国民党的人啊，有国军退将就当匪谍，为什么？他可能还有一点点情报价值啊。他当然没有现役的有情报价值，他退役的也有一点情报价值啊。所以有没有情报价值才是我要不要这个做你情报最重要。你想也想得出来嘛？我干嘛给你钱啊？给你钱干什么？那另外呢，卓永泰说呢，要研议强化方案所以你看，机敏单位当然是要机敏单位才去嘛，对不对？你像一般那个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单位，谁要去啊？那另外呢，今天这个总统府的共谍案开延押庭，因为说原来2月好像关起来，说要继续延押。那另外，所以今天呢，黄启荣、邱世元跟柯文哲在同一个这个囚车。不同的案子，但同一个车都能运来了那吴理培台独大佬了，他说吴钊燮会知所进退那强调如果涉共谍案没有责任就不应该政治操作，有责任就应该就是走路的意思了那联合报社论，这是国安破洞开口，原来不管吴钊燮当外交部长，现在国安会秘书长都是牵涉到国家机密的所以呢，吴钊燮还能够继续练展吗？你去看看外交部出来的公文，很多都盖机密啊，都是机密啊。在立法院呢，国防外交立法院审预算的时候，都是机密预算不能带出来，对外面不能讲那吴钊燮当过外交部长，当过国安会秘书长，他旁边的人看不到机密吗？都吴钊燮自己关了门自己看吗？有这种可能吗？所以呢，在野党就说要追究吴钊燮的责任而且呢，这刚刚讲过说，也问吴钊燮到底该不该负责，有没有责任那另外呢，他很多罗致政的学生都沦为共谍，那罗致政不愿意讲说学生你不讲那另外呢，国军现在全面清查，顾立雄说，国军里面大概将近20万吧，19万，62人领有中国的居住证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左边白色衣服这位前民进党议员特助黄启荣，正是他牵线寻觅，总统府和外交部幕僚一起泄密给中共。如果你明知道你的助理已经涉及共谍案，但你却知情而不报，那吴钊燮有非常大的责任，他现在就应该要下台。与此同时，吴钊燮的叔叔也是现任总统府资政吴理培，虽说曾公开喊两人绝交，日前接受平面媒体专访说，吴钊燮应该很清楚自己油湖做了什么，总统是他的直属上司，相信他有很多话跟总统要说。总归一句话，相信吴钊燮知所进退，若他有责任，适当时间他会承担；若没有，就不该用政治操作。这任局在搞什么？我10年来支持你们，这个案子是一个直接接一个，层出不穷。不满国军共谍频传，王定宇气到捶桌。部长，这件事情，政战单位要不要就责？怎么管的？现在呢，直接就以说对敌人为效忠之表示呢，就直接定在《陆海空刑法》24条。是否就责政战局，部长没正面回应。不过顾立雄证实，我国官兵共有62人领有中国居留证，目前都已调离机敏单位。但不止国军被渗透，民进党内接连爆出多起案件，这也让身兼主席的总统说重话。发言人转述总统说法，总统更进一步表示，民进党被渗透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大家可以看看有多少之前的党公职在卸任后对国家主权的立场大转变，就可了解。我认为我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嘛，他冷静想安插间谍一定是安插在敌营嘛，怎么会安插在友军呢？我们立法院立委的接触机密的可能性比较大。执政党凭努力洗刷渗透争议。发言。我觉得我从刚刚大家讲这个还是司法问题开始回应起来，我简短一点，好，时间的关系，好。我稍微带入点我个人情绪了，因为我小时候因为家庭关系也支持国民党，当然我上大学以后后来开始反对国民党，现在加入民进党。我要讲的是说，我认为国民党到现在最大问题是它失去内在逻辑，我看到都是情绪，没有一致的逻辑。像刚刚大家讲说，以前怎么不办？对啊，可是以前例如说在销量的中正万华区罢免林长佐的时候，2街超过1000个死亡联署也没有办呢，罢免陈柏惟4几个死亡联署也没有办，罢免王浩宇有死亡联署。
那你当然可以说，那怎么以前比较松，那现在比较严？但我讲很简短，有一个叫做法律上不得主张不法之平等嘛。那我再退100步来讲，说国民党今年通过了选罢法修法98条之2，不就是希望现在比以前更严吗？对不对？那所以那包含校练刚刚讲到说这个比基像民进党比对，我跟校练讲不是民进党比对，是台北市政府比对。台北市政府秘书长李泰兴自己讲，他们在做查核，很多签名一望即知是假的，连签名名字都签错，这是台北市政府国民党执政比对出来的。那校练刚刚讲说，为什么我要去告发你？其实我对你真的是我个人是充满同情，因为我觉得我理解你，年轻人觉得要为理想冲刺，家庭不支持，这个我都经历过。那为什么我们去告发你？因为你是领衔人，因为领衔人就是法律上你对这一份罢免联署负责。那你刚刚也讲，说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跟你没关系，对我也知道这跟你没关系，但问题你领衔人啊，从你过去公开受访，你说2月6号你第一次踏进台北市党部，黄丽锦如当天叫你带身份证，你本来还不知道党部怎么走，就摆明就是这个这个联署不是你收集出来的嘛。那里面有超过100多个死人联署，我们当然合理怀疑后面这个是伪造抄袭嘛，对不对？那讲回来，好，共谍这个事情。那之前国民党一直在批评民进党里面出好多共谍，对啊，那我们现在就加严我们党内的这个相关的机制啊。那为什么我前面一开始讲说国民党现在逻辑混乱？因为国民党这段时间说，包含朱立伦说国民党最反共，像民进党跟共产党走在一起了，甚至大罢免都是民进党跟中共合力搞出来的。就国民党真的相信自己这样讲的话吗？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你现在痛骂中共嘛？我帮你中国讲那么多话，我在台湾推动9·2共识，我这么努力跟你一起推动两岸和谐，你找人罢免我，就国民党没有啊。那现在好，大家都说共谍渗透很严重，对，民进党也承认是共谍渗透很严重，立法院推修法嘛，以后立委附中加强报备嘛。那国民党说你才是真正反共的政党，那你为什么在立法院继续不支持？所以国民党要找出自己的。你们当然各政党自己的路线、自己立场，不要每次都情绪上头。你们有没有逻辑乱？我想什么叫做我想什么叫逻辑混乱？你看王定宇，因为营区内有官兵挥舞5星旗，他生气，啪，那个什么，他自治里面那么久，竟然出这样的事情。请问一下，当府里面出现共谍，当吴钊燮旁边出现共谍，请问一下，王定宇有没有勇气跟他们拍桌子？你有没有勇气跟赖清德拍桌子？你有没有勇气跟吴钊燮拍桌子？我不晓得，这是2套标准。如果你这个那么生气，为什么到了那边你就没有生气呢？你没有讲一句话。好，再来，什么叫逻辑错乱？其实从王志坚、伟捷还有到赖清德，现在很清晰说，是因为我们呢，就是我们是敌军，好，所以我们才会被渗透。然后你们友军呢，才不会被渗透。甚至呢，有绿营的网红侧翼说：“哎呀，民众党跟国民党赶快交出1、2个共谍啦，证明啊，你们不是那个中共的友军。”按照这样的说法，请现在顾立雄、林佳龙赶快交出1、2个共谍，不然我也认为你们是友军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的逻辑？共谍的渗透，我认为可能各个角落都会发生。但是如果今天在民进党政府里面，而且都是非常机敏的单位，在我们的外交部长的旁边，好，在我们总统的旁边都出现了。但是呢，你第一个检讨的是谁？你不是检讨总统府你不是检讨这个外交部你不是检讨吴钊燮，你检讨什么？检讨国民党。继续说国民党好是中共的同路人，请问这叫做什么逻辑？这才是真正的逻辑错乱。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柯文哲今天出庭啊，上次说血尿了哈，血尿是第一次出庭，然后小草呢，很多人在晚间排队啊。说呢，这个集结啊，要冲台北地检署啊。那另外呢，他准备了3页讲稿，第一句话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就被关了8个月，莫名其妙，我怎么进来就关了？而且关了，大家都以为说关个3个月就放出来，没有啊，一关检察官起诉来继续关，本来法院是不关的，检察官这个一告再告，抗告再抗告再抗告，后来法官问检察官说：“那你这么压到什么时候呢？”我还很少听到法官这样问检察官了。检察官说到了那个证人结辩完成再说，有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以前没听过的哦。然后他们拿出柯文哲一个硬碟，说里面呢有不雅的这个影片啊什么东西啊，所以一个 file 名称叫 woman， 下面呢这个存在 human 底下啊。那另外呢，所以
北检申请当庭勘验不雅的影片，说这个看看柯文哲平常都干些什么，看些什么，柯文哲反将军全部公开好了，有什么了不起啊？哦，那法官说呢，他的关于他的里面的私密照跟本案无关，所以呢不需要勘验，勘验的必要性很低。哦，你勘验这个都干嘛？你到底什么意思啊？那另外呢，这个检方抛的策略是呢，要传唤苗博雅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就说呢，检方讯问的方式像黑道一样啊，而且呢恫吓说呢，这个彭振声啊，说你不要像下一个余文一样哦，余文后来就被关起来了哦，彭振声你小心哦，最好呢这个要咬哦，不要像余文通通不咬马英九哦，他就被关了哦，你最好咬柯文哲，意思这个意思哈。好吧，这个柯文哲这个旁听的这个陈佩琪呢，就跟小草喊话说，我们要一起打赢这场选战啊。那另外呢，柯文哲说呢，你这是疲劳侦讯，也不给我休息啊。检察官说，你自己说不用，你说不用休息，我干嘛给你休息啊？你这不体力很好吗？啊，小草就喊了阿北加油哦，说下个月要密集审理，希望年底之前能够结案。我们看一下。囚车一抵达，小草们早就站好位，在一旁声援。出来了这个。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术后第一次出庭现身时，身穿蓝色外套剃平头，听见加油声，还特别把头探出来看了一眼，才被警方带离开。夫人现在还担心主席的身体状况吗？现身北院虽然不发一语，但柯文哲妻子陈佩琪脸上写着满满担心，听到加油，微微点头示意。金华城案柯文哲2度出庭应讯，而他的律师团是主张邵秀佩以及彭振声的证据能力，甚至呢是当庭的想要播放相关的录音档，但是遭到法官制止。竟然会直接去呛一个人说，你如果以为你在廉政署那样的说法在这边可以通得过的话，你就给我试试看。我想要请教一下林俊彦检察官，什么叫做我们就来试试看？检辩双方在庭上再度交锋，就得看谁能说服法官。李真宇。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哦，柯文哲这样子被羁押8个月的状态之下，你看不到检调拿出任何一个有力的证据，甚至相关的金流来去指是柯文哲他是有犯罪相关的。那我们今天说一下，为什么今天大家会在当庭这么的愤怒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检察官用不正讯问，而且用臆测威胁的方式来去逼迫相关的我们中华民国的公务人员。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邵秀佩啊，他是被压迫、威胁、被迫认罪，同时呢，在笔录里面。邵秀佩明明有直接说的无违法之陈述，他并没有记载在笔录里面。同时间还有一位杨志胜，他认为程序与法律依循，公务人员无明知违法而为之，也没有放在记录里面。我就想问了，整个司法体系你可以随意的来去篡改所有的证词吗？可以这样子的吗？还是说你又要轻描淡写说啊，那个是没有记载进去哦，但是并没有违反哦侦讯内容的意思？现在整个司法单位，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鱼目混珠。同时间啊，最重要的，大家记不记得在3月的时候，检察官还大辣辣的说，所有的侦讯观点我们都可以被公开检验，我们不怕被检验。这是检调单位自己检察官自己说的哦。现在来，今天柯文哲的律师哦，其实有调出相关的录影的资料。彭振声在被讯问4.5小时的录影，但是现阶段我们查出来里面只剩下2.14。2个小时又14分，请问一下，消失那2个小时又去哪里？大家还记不记得水母的案子？水母当初的案子也是被消失的记录，请问一下，整个司法体系现在以前有国防部啊，现在还有什么部？全部都是遮羞布啊！整个司法体系没有一个值得检验啊，还敢大辣辣的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可以公开给大家检视，那就公开吧！司法单位、检调单位公开所有相关的证据。如果你们不怕检验，如果你们真的认为罪证确凿，公开吧！我们不怕检视啊！但是现在反而是检察官自己说起来了，所以整个不正讯问的状态、臆测跟威胁，现在把柯文哲罗织入罪，不明不白的被压了8个月。请问一下，整个司法体系还有所有的人民，你们看看，在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跟金流的状态，可以如此的罗织入罪，更不要看了。你去看看现在的罢免案，没有任何的相关证据就可以把你的人声压起来。
这就是现在的司法步调。刚吴峥谈政治的逻辑，我觉得这很棒哦，因为我一直觉得政治如果能够讲逻辑，特别是当权者如果愿意讲逻辑的话，是政治的进步。我们想想看，就今天我们在政治上面，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包容、纵容、装没有看到几件事情？譬如说浊世今非，譬如说双重标准，譬如说政策一个又一个的发夹弯。譬如说，在过去呢，公开说呢，我是中国人，我如果但是今天呢，否认自己中国人，有没有就是说觉得亲美比较高级是政治正确，而亲中呢是一种的犯罪？如果你具备这5种条件的话，你是标标准准的民进党讲什么逻辑？因为这几件事情全部都不在逻辑里面。什么叫强权？就是公理，就是强权不是跟你讲逻辑的，我说了算，因为我拳头比你大。所以在政治上面，如果讲逻辑的政治还有救。但是今天呢，所有的讲逻辑呢，都是勉强硬套而已。因为今天我们所关心的行政独裁，用行政权发动又不成比例的方式呢，想要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呢制造寒蝉效应，这都是过去呢长时间自己非常怕，但是今天掌握权力了之后，用起来的时候呢，完完全全双重标准，毫无挂碍。台湾今天最可怕的就是亲美亲的名正言顺啊，反中呢反的呢一塌糊涂，而且觉得好像这两者之间呢，它就是应该这样。对于美国完全的不设防，但是对中国呢表现了呢极度的设防呢给美国看。刚刚呢。吴峥呢也谈到，就是说今天的国际社会就是要逼大家2选1，错，逼大家2选1的只有美国，中国没有啊。中国到今天呢，他到东盟的时候，到越南，到柬埔寨呢，到马来西亚，你认为今天的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出来欢迎习近平，不管你喜不喜欢习近平，我说这几个国家隆重的欢迎习近平，你有看出来哪一点他们是很勉强，是很不甘愿的？但是我告诉你，从川普1月20号上来之后，川普以及川普的阁员已经警告过10个国家呢，从加拿大呢、墨西哥呢，从巴拿马只去1次而已，巴拿马赶快就乖乖退出一带一路啊！警告你就，如果你不听话，我就发动军事行动，没收你的巴拿马运河，我准备要呢用军事行动呢吃掉你格陵兰，我都是恐吓你，那叫做霸权。所以呢，2选1。霸权会逼人家2选1，不要把所有的就是说呢，这种2分法都认为2个都一样，不，2个不一样。美国是一个霸权，而今天呢，台湾成为全世界最亲近这个霸权的国家。台湾呢，在这件事情当中来讲，诚实一点反而比较好。感谢。是不是太知道说关了8个月之后拿出来新证据，说那个不雅照到底跟他的什么图利、跟他的贪污有什么样的关系了啊？就跟当初的话呢，不但说啊，这个柯文哲在这个里面查到说，哦，他说我是正，